好用的子弹呢，就处处会和你作对。还有举个例子呢，就像是上公交车，如果你门不关好的话，司机永远不会开车。手枪也是，顺便还能被人夸一下啊，这个你都知道。感谢大家回来我的频道。可能是职业的关系啊，我还蛮喜欢这期的。今天啊，我们来讲一下手枪和步枪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的故障以及解决的方法。那首先一开始啊，我先来考考你们，你们还记得 Operation of Cycle 是哪8个吗？3、2、1，对了，就是 feeding, chambering, locking, firing, unlocking, extracting, ejecting， 然后再 cocking。其实啊，如果我们深度了解这8个动词的行为和状态，我们就差不多知道哪些部件啊，还有故障啊会发生，顺便还能被人夸一下啊，这个你都知道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如果我们光去聊故障的本身，我们很难去消化。所以 Bella 会用这个8个动词作为向导来一一解答哪些故障会发生。但是呢，这个要说呢会说得很长，所以呢我会分开上传。如果观众啊喜欢这种类型，请给我点赞，这样呢好给我一个反馈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讲第一个 feeding。feeding 的话，顾名思义啊，如果 feeding 出故障了，那叫什么呢？其实就叫 failure of feeding。那什么是 feeding 呢？feeding 呢，其实就是子弹啊从弹匣里边被 stripped out， 那个过程就叫 feeding。所以这里的主角呢，有弹匣，有子弹，还有枪内的某些部件，我们稍后再说。刚刚呢，我们提到不好弹匣，我先在这里上一个视频。哟，根本就借你个皮带的，借我个皮带的，好。等一下，打住，身体不要大。OK。这就有了是吧？这废了，你看 P Mac 有差吧？对啊，这就。其实不好的弹匣呢，从原厂的手枪也会发生，像我之前开箱的1911视频在这里。那个弹匣的做工呢就非常的粗糙，然后弹匣里面呢是有一个弹簧，那个弹簧呢其实就是保证子弹能一颗一颗的被正常传送。如果那个弹簧的质量不好呢，也使得弹匣非常的不好用。然后呢，再说到子弹 ，Bella 之前在新手选子弹的视频里面呢，也提到了子弹的好坏之分。不好用的子弹呢，就是和你的枪不合拍。不好用的子弹呢，就处处会和你作对。所以啊，对付不好用的子弹和弹匣呢，我们唯一的方法呢，就是多试几次。子弹不好呢，我们多试2款品牌，或者呢，把这个子弹放在其他的枪里面试一下。弹匣不好呢，我们就去适配其他的弹匣。哎，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简单？好，那排除完子弹和弹匣的质量，我们再往下说。我请出我的特别嘉宾。SIG P365，现在这个枪呢是 clear 的，然后我这里准备了一个弹匣和一个假子弹。我们现在来演示一遍什么是 feeding。我们把子弹呢，我们把弹匣呢顺利的放进了枪，顺利的呢放进了枪里，听到这个清脆的咔腾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 slide 放到前面去。当我们滑套去前面去的时候呢，它会把子弹从弹匣里边给顺便带出，还有滑套上面呢，还有一个叫 extractor 的东西呢，会顺便把子弹给勾住，这样呢能保证我们子弹呢在枪膛里能坐稳。那 extractor 如果出错的话，是不是就不能上膛了 ？Bingo！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。刀郎面前呢，现在有这种小的棉条，刚刚提到的小钩子呢。刚刚提到那个小钩子呢，其实就在这个边上。那现在呢，我就用这个棉签把这个钩子给堵住。
好，就可以看到手枪现在是这个状态。所以呢，这个 extractor 出现了问题呢 ，feeding 也是不会成功的。extractor 这个部件呢也是有寿命的，它也能买也能替换。还有一些情况呢，可能不是 extractor 老化，也可能是 extractor 脏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把它清理一下。好，现在我来演示一下什么叫做健康的 extractor。现在这个子弹呢，现在这个子弹呢被 extractor 给抓住了。大家看这个子弹的状态，它呢能活动，但是呢它也不至于。它呢能活动，但是呢它也不至于掉下来，这就是一个健康的 extractor。好，我们再来试一下。好，这样就回去了。其实刚刚那个 slide 没有归位的状态呢，叫 out of battery。Out of battery 什么意思呢？就像我们手机充电，如果那个插座呢没有插好，电流是不是就不流出来？如果插座插好了，电流流出来，手机不就充电了吗？还有举个例子呢，就像是上公交车，如果你门不关好的话，司机永远不会开车。手枪也是，套筒不归位呢，手枪呢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 trigger 也是不能扳的 trigger。像我们刚刚说到子弹不好啊 ，extractor 不好啊，还有帮助套筒归位的 recoil spring 也能导致 out of battery， 都能使得套筒不归位。那它的解决方法呢，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对待电视机一样，给它屁股后面来2下。这位先生呢就在测试他的 recoil spring， 在扳机激活的情况下，他把他的 slide 轻轻的往前置。如果他在各个角度都不能回去的话，那这个 recoil spring 就是应该要换了。格洛克建议是3000到5000发之内，你应该知道要换你的 recoil spring。然后呢，再试一下它的 trigger。好，那这么一个流程下来，大家有没有感觉这像一个公式一样可以套用呢？可以套用在其他的环节，一个一个排除它涉及过的部件。好，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，并且呢，你希望让我一个一个 operation 说下去的话呢，请给我点赞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